大家好，我是 K 君。想必你已经知道啊，在上古卷轴4当中，你可以自创法术，并且呢，网上还流传着非常多的听起来很犀利的设计，让人脑洞大开。那么本期视频呢，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如何进行法术制作，并列举一些我自己常用的设计，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先要给大家道一个歉啊。我在上一期的附魔攻略中，虽然说最终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呢，对于法术效果的生效顺序和叠加计算公式的描述是错误的。当时啊，在没有进行详细数值测试的情况下，只通过直观感受给出了计算上面的臆测，对大家造成了误导还是非常抱歉的。在视频发布之后呢，也是非常感谢评论区的热心观众指出了这个问题，并跟我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于是呢，我又回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控制台仔细去做了对照实验。最终希望这一次没有错，我推算出了游戏中伤害的计算公式。不过呢，因为这些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放在视频的最后，再把这些计算的原理详细的讲解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法术创造。首先呢，制作法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你需要找到一个法术创造祭坛，在它的上面你才可以进行法术创造。整个游戏只有2处有这个祭坛，一个呢在帝都的奥数大学，一个在天际边缘的双峰塔。访问这2个地点的详细流程呢，在上一期的附魔视频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只额外展示一下法术创造祭坛的具体位置。奥数大学的祭坛呢，在你完成所有法师公会的推荐性任务之后，传送到这里，从左侧的门进入，在左侧的第一个楼梯走下去，进入这一个法术研究室，就能找到祭坛了。双峰塔的这个呢就很好找了，它在附魔祭坛的对面。不过一开始找到它时是没有激活的状态的，你会需要去帝都商业区的神秘商店，找这一个商人，购买一个很贵的蜡烛回来就可以激活它了。好，有了祭坛，我们就可以直接制作法术了。法术制作不同于附魔没什么额外的需求只需要花钱。我们呢就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左侧呢是你能放入新法术的效果，这一些都来自你已经学会的魔法，并且你还得满足这个魔法要求的最低技能等级。也就是说呢，只有你能够释放的魔法，它的效果才会显示在这个列表中。在这里点击任何的效果呢，都会把它添加到右侧的法术当中。那就再来看一下右侧这就是新法术的信息了。在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一块，它显示了新法术的所有效果。点击这个效果呢，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辑。按住 Shift 再点击呢，就可以删除。使用手柄的话就是长按 A 键或者 PS 手柄的 X 键进行删除操作。我们直接点进一个效果看一看详细设置。首先呢是效果的作用对象，这有3个类型第一个是触碰，只能作用于你施法时伸手碰到的那个人，距离非常的短但是呢速度相对比较快，命中率也比较高。第二个呢是目标，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投射物，施法时向你的前方射出一条直线，碰到谁就对谁生效碰到地面呢也可以在地面生效。这个比较需要预判命中率呢相对比较低，但是呢能远程打击敌人。第3个呢就是作用于自身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施法的时候效果直接在自己身上生效你可以直接给自己来一个100点电击伤害没事电自己一下提神。在作用对象的下面呢，第一个滑条是效果强度，如果是伤害类型效果，那就是实际的伤害数值，如果是抗性削弱类型的那就是百分比。而有些特殊效果比如说什么夜视水上行走和召唤什么的就没有强度的概念了。下一个滑条只在作用对象不是自身时才会出现，它呢就是法术的作用范围。注意这个范围呢是以英尺为单位的，并且呢它是一个球体范围，并不是一个圆形范围。比如说呢，我给个10的范围，那么这个法术呢就会把命中点周围10英尺半径的球体内所有的有效目标都施加效果。这个最简单的应用呢，就是做一个目标为对象的火焰伤害法术，给个范围
啊，那么它呢就会在击中敌人或者地面的时候炸开，烧伤范围内的所有人啊，这不就是三环神技火球术吗？好，这最后一个滑条呢，就是效果的持续时间，默认是1秒钟，最长为120秒。对于伤害类型的效果来说啊，就是只造成一次上面的这个伤害值。延长持续时间的话呢，每多1秒钟就会多造成一次上面的伤害。但如果换成是属性加成或者削弱类的效果啊，则只表示这一个效果能够存在的时长，并不会有强度上的变化了。这一些呢，就是魔法效果的详细设置。搞定之后呢，就可以确认并且关闭它了。我们接下来啊，来看一下最下方的这些条目。最左边的这个呢，是法术会消耗的魔力值，不同的效果和其详细设置啊，都会对这个消耗值有不一样的影响。大家呢可以多做做实验啊，来找到规律。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它后面会显示一个什么1/12或者什么其他的数字，这个呢不要管它啊，只有前面的那个数值是有用的。直接看最右啊。这个呢，就是创造这一个法术需要花费的金钱啊。如果你钱不够呢，也是不能创造法术的。感觉啊，你实际上是在和恶魔做交易啊，需要拿钱做祭品才能换来特殊的法术。在你设计完毕之后呢，还需要给它起个名字，才能正式把它创造出来。不过啊，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注意的点，那就是呢，你创造的法术如果强度太高，而你对应的魔法技能等级呢又不够，是无法施展它的。所以啊，在魔法等级没满的时候，创造法术一定要留意这里的提示，不然呢就会白白浪费钱了。好，这就是创造法术的基础操作。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有用的自创法术。首先啊，是打伤害的法术。我呢喜欢把3个元素的伤害都放到一个法术中来施展，这是因为啊，我发现像这样每个元素类型都给30点伤害，一共呢就是90点。但这个法术的魔力消耗啊，是少于单独元素90点伤害法术的。并且呢，敌人一般都会有抗性较弱的元素，所以呢，这种混合的法术相对就比较万金油。然后呢，如果要玩高难度，比如说专家或者大师之类的，只靠这种数值伤害啊，那就跟刮痧一样，根本不可能打得动敌人。这个时候啊，抗性弱化类法术就很有用了。比如说我这一个法术，专门用来削弱敌人的电性抗性，后面呢再加一个100%的魔法虚弱，多次施法之后呢，效果能指数级叠加。而且这还没完啊！你可以把这个同样的法术再制作一个，起个新名字。作战的时候呢，轮流把这2个虚弱法术各放2次，再打伤害，基本呢就能直接秒杀所有敌人了。如果还秒不掉，你就再叠一层，没有怪能扛得住啊。这个具体的原理呢，同样也是在视频的最后感兴趣的呢，也可以直接根据分段内容跳转过去观看。这种把虚弱和伤害拆分开来的做法呢，比较省蓝，适合常规的游戏流程。不过呢，如果你走的路线和我一样都是魔力之源流派，开战之后能爆出1000多的魔力上限，根本不差那点蓝那就可以把伤害和虚弱效果合并到同一个法术中来。比如说呢，我这个霹雳左勾拳和右勾拳那比指数叠加还厉害4、5拳下去谁都得跪，不打大师级难度呢都会觉得无聊。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还可以加一些很有意思的操作比如说利用麻痹效果。我们采取伤害和虚弱拆分开的方式，但是呢，给虚弱的法术上额外加1秒钟的麻痹这样子呢，敌人被击中之后就会麻痹倒地然后花时间站起来的时候呢，你再给他来一下，3下之后就可以1个伤害法术直接带走。除此之外呢，麻痹也还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做成目标类型，再加上一个范围的效果，时间不需要很长给个2、3秒，然后呢就在人扎堆的地方一发过去，全部卧倒，效果呢相当的喜感。你呢还可以额外给它加上一些什么火焰虚弱之类的，连着2、3发然后再一个火球术过去，效果拔群。除了伤害类法术，你还可以做一个辅助型的法术，针对你的装备把护甲值补到85，这个呢就已经是物理护甲的极限了。然后呢，可以根据你的流派给一些属性加成，比如我这个法力之源的流派需要撑蓝量，就加100的智力和100魔力直接就给我加了300的魔力上限，让我能放出上千法力消耗的变态魔法这个开战之前直接上一个上去就是嘎嘎乱杀。接下来呢是一些生活类的法术，比如说这个持续时间很短的技能加成让我1秒之内加100点的护甲降技能，我释放完之后就立刻打开背包，这个时候呢时间是暂停的，所以在背包界面这个法术的时效就是永久的。
这个时候呢，如果拿出维修锤来进行维修，锤子是完全不会损坏的。在外探索的时候，如果装备快坏了呀，用这个就非常的有用了。同样的，我也可以做一个1秒内加100力量的法术，释放之后呢，立刻打开地图进行快速旅行解决超负重之后无法传送的尴尬。你还可以在触碰时加100点的魅惑，并且呢给自己加100点的贸易技能，持续2秒钟。这个是买卖货物时必备的技能。交易前呢，先和商家碰一下然后对话，时间就静止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最优惠的价格来买卖货物了。下一个，触碰时赋予对象水上行走的能力，同时呢也赋予自己水上行走，持续120秒。这个在湖比较多的区域很有用，对着自己的马匹使用然后呢骑上马，你就可以让你和你的马都能在水上行走。当然了，更省事的做法呢，肯定是给一个戒指附魔水上行走，自己戴上这个法术呢就可以不用给自己加水上行走的效果了，节省一点蓝。我这还有一个给马匹使用很不错的效果，触碰时加100的速度，然后呢再加一个光明魔法，给自己的马匹上一个就再也不怕它跑得慢了。而且呢，这个光明咒骑在马上面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结合了 bug 让你可以拥有无限魔力的法术它呢是需要这样设计的：最上是加强100魔力，中间呢是加强100智力，最下是吸收100魔力然后都持续4秒钟。咱们呢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魔力井先做好这个法术，然后呢我们还需要附魔一次，最好找一个戒指，附魔的效果呢是持续扣除自己的魔力值咱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做订阅 K 君的频道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不停的释放魔力井法术。你呢可以找一个方法把键盘卡住什么的让它挂机释放，然后呢你过一会儿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等法术的持续时间结束然后看一下咱们现在的法力值都变成负数了。不过呢不要慌此时就可以把刚才附魔的戒指订阅 K 君的频道给戴上，然后咣的一下你就有了上万的魔力上限。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选择了适龄星座，那么只要原地等待1小时就可以挥满蓝了。而和我一样选择了适龄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布拉维尔，找到这一个幸运老妪雕像向他祈福。在获得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吸收魔法，就能挥满蓝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设计一些几千号蓝的法术去外面狂轰乱炸一番了。这个效果呢是可以存档的，只要你不主动取消它就可以一直给你这么高的魔力上限。而想要取消这个状态呢也比较简单，只需要呢把吸魔的戒指拿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呢，就穿脱一次能够修改魔力上限的道具就一定能够恢复正常的魔力上限了。好，介绍完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开始技术性内容了。现在呢就给大家重新讲解一下附魔和法术中各种运算规则以及伤害的计算公式。第一条规则，法术中自定义效果的执行顺序其实是从上往下的并不是我之前说的从下往上。只不过呢游戏中做效果计算时有一个设定，那就是呢同一次技能释放的效果对本技能的其他效果不生效。所以当你把魔法虚弱放在元素虚弱之上，每一次施加法术的时候呢，魔法虚弱都会先被更新为本次的。那么在执行到下一行元素虚弱的时候它检测到的魔法虚弱就是和自己同一次法术释放的效果了，就不能用它进行加成计算，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叠加的效果。同样的，元素伤害如果排在最后那么当轮到它结算的时候，前面所有的虚弱效果就都变成同一次法术中的效果了，是不会有任何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设计法术或者附魔的时候需要把效果倒过来放这样子呢，每一个效果生效时，敌人身上所拥有的虚弱状态都还是上一次的，我们呢才可以不断的叠高伤害。第二条规则，同名法术的效果呢只会被替换，不会进行叠加。但不同名的法术即使施加同样的效果，它们也会并存。比如说呢 ，A 法术削减敌人100%的元素抗性， B 法术呢也削弱敌人100%的元素抗性。那么 A 和 B 法术都打到敌人身上后，就会有200%的元素虚弱。而如果只使用一个法术打2次，那么呢就只会有一个100%的元素虚弱效果了。最后一条规则，所有虚弱效果都会被魔法虚弱修正。因为无论什么效果它都是使用法术释放出去的，是属于魔法的，所以魔法虚弱呢就都能对它们进行加成，自然也可以影响到自身。这里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法术，只施加100%的魔法虚弱。第一次打到敌人身上时呢，我是给他加上了一个100%的魔法虚弱。到达第二次的时候啊，因为他身上已经有了这个虚弱，我新的这一次法术呢，本身也是个魔法嘛，所以效果就会被那一个虚弱加强。也就是说，我这一击就会变成200%的魔法虚弱。但是注意这里的200%并不会在之前的效果之上叠加上去。根据第2条规则呢，同名法术的效果是进行替换而不进行叠加的。所以第一次的100%虚弱被去掉，换成了现在的200%虚弱。第3次呢就是300，第4次400，以此类推。好，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一个倒序排列的魔法来举例子了。我第一次命中敌人的时候，咱们可以先不管这个伤害因为他还吃不到任何的加成。再根据第2条规则呢，元素和魔法虚弱自己相互之间是不会有影响的那么就都是100%了。然后我们再来看打第2下，命中敌人时先计算伤害那这个伤害怎么样计算呢？这就是时候记出伤害计算公式了。首先是1减去怪物自身的元素抗性，这个呢是基础元素伤害倍率，它加上元素虚弱之后，再乘上1加魔法虚弱之和，得出伤害倍率。代入100%魔法和元素虚弱之后呢，我们在第2击就能打出2倍的伤害了。伤害结算完毕之后呢，就轮到了元素虚弱。此时怪物的身上是有100%魔法虚弱的，而且呢还是上个回合的，所以这个元素虚弱呢就会被加为200%再来到魔法虚弱也一样是加成了200%。至此呢，第2击所有的数据更新完毕。好，我们来看第3击，一样先结算伤害。当前呢有200%的魔法和元素虚弱，代入公式算出来呢是刚好打出6倍的伤害同理呢，第4击可以打出12倍的伤害，第5击20倍的伤害。这一个数据的增长呢，在6击之内都是高于指数增长的，所以爆发力是相当的恐怖不过呢，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根据第2条规则的后半部分，不同名称的法术其效果不进行替换，而是共存。那么我们呢就设计2个一模一样的法术，都是只给敌人增加虚弱效果的像这样，命名为虚弱1和虚弱2。我们上来呢就把虚弱1和虚弱2就都给敌人放一遍。虚弱1的效果是100%魔法和元素虚弱，但是放虚弱2的时候就不同了，它会被已有的魔法虚弱加强，变成200%的魔法和元素虚弱。此时如果我们打出伤害，应该怎么计算呢？这就是进阶版的伤害计算公式了。如果敌人身上拥有多个同效果的状态那么这些状态值都会被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呢，公式会变成下面这样。一开始还是一样先计算怪物本身抗性的效果，1减自身元素抗性之后，加上所有的元素虚弱效果。在这个案例中就是虚弱1和虚弱2的元素虚弱部分。然后呢，这个值还要乘上1加所有魔法虚弱效果之和，才能得出最终的伤害倍率。我们把上面的案例带入公式，计算得出我们能打出12倍的伤害。这个相当于已经是上面那个单一法术打到第4击时的效果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呀，我们在前面的基础上，如果再打出一个虚弱1，那么此时敌人身上一共有300%的魔法虚弱，这一击的效果就会是400%的魔法和元素虚弱。用它们替换掉上一次虚弱1的2个100%虚弱，局面呢就变成了400%加上200%的魔法和元素虚弱。如果我们此时进行攻击，那么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我们能打出42倍的伤害。那么第4击再打一个虚弱2呢将会是这个数据。此时你攻击将能打出132倍的伤害。第5击时呢就会是380倍，第6击是1056倍的伤害。这样子即使你对着全游戏最高血量的怪，只需要打出1点伤害都可以把它秒杀。所以根据以上计算方式我们能得出最快速打出爆炸伤害的方法，同时呢也是最省蓝的，就是我们制作3个法术，2个呢是一模一样的却不同名的削弱法术，第3个是打伤害的法术。这个伤害性的法术呢，即使在最高的大师难度下，也只需要把伤害设置到48左右，基本就可以在交替叠加3次虚弱之后秒杀绝大多数的敌人，叠4次虚弱则可以秒杀所有敌人。好，这就是我推算的魔法伤害计算公式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制作了一些很犀利或者很有趣的自创法术请一定在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以上呢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或者纯粹就是喜欢，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加转发，帮助我的频道成长。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